在妻子最需要我的那晚，我亲手烧掉了他父亲的遗像，甚至逼他在暴雨中签下离婚协议。所有人都骂我冷血无情，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相框的夹层里藏着柳家当年的秘密，只要不将其销毁，他就会面临灭顶之灾。整个荆州都知道我许清是个疯子。结婚3年，我把柳如烟捧在手心，连重话都没舍得说过一句。可今晚，我却成了全场最大的笑话，也成了他眼里最恨的人。1500万，我靠在贵宾席的真皮沙发上，慵懒地举起号码牌，全场死寂。坐在我前排的柳如烟猛地回过头，不可置信地看着我，那双总是温婉如水的眸子里，此刻布满了血丝。台上放着的是他父亲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幅绝笔画引路人。许清，你疯了吗？我的好兄弟顾城压低声音，一把按住我的手腕，那是嫂子找了整整3年的东西，你跟他竞什么价？我甩开顾城的手，没说话，只是死死盯着台上。手机震动了一下，是如烟发来的某信。许清，别闹了，这幅画对我很重要。我看着屏幕，心口像被钝刀狠狠拉着。重要，我当然知道重要，但我更知道这幅画的画框夹层里藏着柳家当年涉嫌违规走私的致命账本。今晚在这个会场里，至少有3波亡命之徒盯着这幅画，只要画落到柳如烟手里，明天他就会面临灭顶之灾。我深吸一口气，锁灭屏幕，将手机反扣在桌面上，没回复。很快，第2条消息进来，算我求你。求这个字像一根毒刺扎进我的眼睛，我闭上眼，再睁开时，眼底只剩下一片冰冷。2000万，我再次举牌，拍卖师的声音都在发抖。2000万，徐总出价2000万，还有更高的吗？柳如烟单薄的肩膀剧烈的颤抖着，她缓缓站起身，隔着2排座椅，死死盯着我。2100万，她咬着牙，声音嘶哑。许清，算哥们求你了，收手吧。顾城急得满头大汗，我面无表情，甚至连一个眼神都没给柳如烟。3000万，落锤，话归我了。我看到柳如烟像是被抽干了所有力气，跌坐在椅子上，她没有哭，只是静静地看着我，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个不共戴天的仇人。我赢了画，却知道我彻底失去了他。拍卖会议结束，我立刻让保镖带着画从地下车库离开。刚走到走廊拐角，一道清瘦的身影挡住了我的去路，是柳如烟。她穿着单薄的晚礼服，脸色苍白的像纸，眼眶通红，把画给我。她伸出手，声音颤抖，却透着前所未有的倔强。我停下脚步，双手插在裤兜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刘总，拍卖场的规矩，价高者得。你想要，刚才怎么不继续加价？许清，他猛地拔高音量，一把抓住我的衣袖，那是爸爸的遗物。你明明知道我找了他多久，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看着他紧紧攥着我衣袖的手指，骨节泛白，我多想把他抱进怀里，告诉他这里面的凶险，告诉他暗处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他。可是我不能。柳家当年的债务牵扯到了境外的黑恶势力，我只有装作跟他决裂，把所有的火力都吸引到我自己身上，他才能活下去。松手！我冷冷地吐出2个字。柳如烟愣住了，眼底闪过一丝错愕。结婚3年，我从未对他用过这种冰冷的语气。许清，你到底怎么了？他没有松手，反而抓得更紧了，眼泪终于忍不住砸了下来。如果是我们之间出了问题，我们回家说好不好？这幅画你让给我，我出双倍的钱买回来，行吗？双倍！我嗤笑一声，强行一点一点掰开他的手指。你柳如烟现在拿得出6000万的现金吗？拿你的公司抵押，还是拿你们柳家的老宅抵押？他呆呆地看着被我掰开的手，仿佛不认识我了一样。我拍这幅画自然有我的用处，至于你，我狠下心，逼着自己对上他绝望的目光，别再来烦我。说完，我转身就走。许清，他在背后喊我的名字，声音凄厉，只要你把画给我，我们离婚。我的脚步猛地一顿，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捏碎。离婚这3个字终于还是从他嘴里说出来了。我背对着他，用力咬破了舌尖，尝到了浓烈的血腥味。明天上午10点，带上证件，民政局见。我没有回头，大步走进了电梯。凌晨2点，我才回到我们位于半山的别墅。推开门，客厅里没有留灯。平时不管我多晚回来，如烟都会在沙发上留一盏暖黄色的落地灯，桌上永远放着一杯温热的牛奶。今天什么都没有。借着月光，我看到客厅中央放着2个巨大的行李箱，2楼卧室的门虚掩着，透出一丝微光。我放轻脚步走上去，推开门，如烟穿着一件单薄的针织衫，正背对着我，将梳妆台上的东西一件件收进盒子里。听到动静，他动作一顿，却没有回头。协议我已经拟好了，放在书桌上。他的声音很平静，平静的让人害怕。你看看有没有问题？没问题的话，明天就去办手续。我走到书桌前，拿起那份薄薄的几页纸，离婚协议书。他什么都没有，房产、存款、公司的股份，他通通放弃了，真正的净身出户。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捏着协议书，手指因为用力而微微发抖。如烟终于转过身，那双曾经满是星光的眼睛，此刻像是一潭死水。许清，当年我爸出事，是你力排众议娶了我，帮柳家渡过了难关。这3年，我一直以为只要我足够努力，总有一天能捂热你的心。他自嘲地笑了笑，眼角滑下一滴泪。可是今晚我明白了，你不爱我，从来都不爱。你娶我，或许只是为了报复当年我爸对你的打压，对吗？我喉结滚动，想说不是，想说我爱你胜过我的命，但我只能死死攥着拳头，将指甲掐进肉里。随你怎么想。我将协议书扔回桌面上，字我会签的，明天我让司机送你。不用了。如烟拉上行李箱的拉链，我叫了车，现在就走。他拉着箱子与我擦肩而过，走到门口时，他停了下来，却没有回头。许清，话留给你了，从此以后我们两不相欠。门被轻轻关上，这声轻响却像是一记重锤，狠狠砸在了我的心上。我脱力般跌坐在床边，双手捂住脸。我拿出手机，拨通了顾城的电话，程子派人24小时暗中保护他，还有把那幅画里的东西取出来，连夜销毁。谁敢动他一根头发，我要他的命。离婚后的第3天，柳如烟出事了。我当时正在会议室里听取海外并购案的汇报，顾城连门都没敲，直接冲了进来。出事了，嫂子！不，柳如烟在郊区的化工厂被围了。我猛地站起身，带翻了手边的咖啡杯，滚烫的液体溅在手背上，我却感觉不到丝毫痛意。怎么回事？我厉声问。柳家以前的那些债主不知道从哪得到的消息，说柳如烟手里有一批高纯度的化工原料，能抵几千万的债。现在几十号人把厂子堵了，逼着他交货。顾城喘着粗气，那批原料是他新项目的命根子，交出去他公司就彻底破产了。备车！我连外套都没拿，疯了一样冲出会议室。一路上，我的
的心脏像是被放在火上烤。那些债主都是些亡命之徒，如烟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落到他们手里会是什么下场？我连想都不敢想。车子一个急刹停在化工厂门口，大门已经被推倒了，院子里黑压压的围着一群人。我推开车门，大步流星的走进去。人群中央，柳如烟被几个满臂纹身的男人逼到了墙角，她头发凌乱，白色的职业装上沾满了灰尘，但脊背依然挺得笔直。我再说一遍，这批货是我公司的合法财产，你们再不走，我就报警了。她的声音有些发抖，却强撑着气场。报警，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今天不把货交出来，你哪也别想去。领头的刀疤脸冷笑一声，伸手就要去抓如烟的衣领。住手！我暴喝一声，直接冲上前，一脚将刀疤脸踹飞了出去。顾城带着几十个保镖紧随其后，迅速将这些人反包围。我快步走到如烟面前，看着她苍白的脸，心疼得快要滴血。我想问她有没有受伤，想把她护在身后，可是理智硬生生拉住了我。暗处的势力还没清除，我如果现在表现出对她的在乎，只会给她带来更大的灾难。我硬生生压下眼底的心疼，换上一副冰冷的面孔。许清，如烟看着我，眼神里闪过一丝错愕，随即又暗淡下去。我转过身，看着从地上爬起来的刀疤脸，冷冷的开口：这厂子现在是我许氏集团名下的资产，你们在这闹事是活腻了吗？刀疤脸愣住了。许总，这不是柳家的产业吗？你们不是已经离婚了吗？离了婚，资产就不能清算了吗？我掸了掸西装上的灰尘，眼神如刀。这批原料是我许清要的东西，谁敢动，就是跟我许清过不去。全场鸦雀无声，在荆州没人敢惹许清。刀疤脸咬了咬牙，自知理亏，只能带着人灰溜溜的走了。危机解除了，顾城带着保镖去处理后续，院子里只剩下我和如烟两个人。夜风吹过，带来一丝凉意。如烟站在原地看着我，眼神复杂的让我不敢直视。谢谢你帮我解围。他打破了沉默，声音很轻，透着一股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疏离。别自作多情。我冷冷地打断他，双手插在裤兜里，强迫自己不去看他被风吹得发红的鼻尖。我说了，这批货我看上了，按市场价的8折，明天我会让财务把钱打到你公司账上。货我拉走。如烟猛地抬起头，不可置信地看着我。许清，你趁火打劫。他的眼眶瞬间红了。8折，那批货是他翻身的唯一希望，8折卖给我，他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我当然知道，但我不能让他留着这批货。这批货已经被那些人盯上了，留在他手里就是个定时炸弹。只有转到我名下，他才能彻底安全。商场如战场，刘总难道连这点规矩都不懂吗？我逼着自己露出一个嘲讽的冷笑，还是说你以为我大老远跑过来是为了英雄救美？如烟死死咬着下唇，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倔强的不肯落下。好，我卖。他深吸了一口气，声音颤抖却决绝。许清，你真让我觉得恶心。恶心2个字像一把尖刀，狠狠捅进我的心脏，搅得血肉模糊。我转过身，不敢再看他一眼，大步走向我的车。刚拉开车门，如烟突然从后面追了上来，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他的手指冰凉，冻得我浑身一颤。许清，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他死死盯着我的眼睛，声音里带着一丝绝望的期盼。那幅画你到底拿去做什么了？我心头猛地一跳，那幅画里的账本昨天夜里已经被我亲手烧毁了，为了掩人耳目，画框也被我砸得粉碎，扔了。我冷冷地吐出2个字：你撒谎。如烟猛地拔高音量，眼底爆发出强烈的情绪。我刚才在你的车后座上看到了画框的碎片。许清，那画框的夹层里是不是藏着什么东西？你这几天到底在瞒着我干什么？我的呼吸瞬间停滞，大脑一片空白。他看到了，他竟然看到了。夜风卷起地上的落叶，四周死一般的寂静。我看着如烟那双仿佛能洞穿一切的眼睛，心脏狂跳不止。不能承认，绝对不能承认。一旦他知道当年柳家涉嫌走私的证据就在那幅画里，一旦他知道我为了毁掉那份证据已经成了境外那个犯罪集团的头号暗杀目标，他一定会不顾一切的留在我身边。我不能拿他的命去赌。你想象力太丰富了。我用力甩开他的手，眼神冰冷的没有一丝温度，砸碎他，只是因为我讨厌看到任何与你有关的东西。至于夹层，柳如烟，你是不是悬疑剧看多了？如烟被我甩得后退了2步，险些摔倒。他怔怔地看着我，眼底那最后一丝期盼的火苗终于一点一点的熄灭了。讨厌我。他喃喃地重复着这3个字，忽然笑了起来，那笑容比哭还要难看，充满了无尽的心酸和绝望。是啊，你那么讨厌我，怎么可能会为了我去做那些事？他抬起手，胡乱地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眼神重新变得空洞而麻木。对不起，许总，是我自作多情了。他后退了1步，朝我深深地鞠了一躬。嚯，明天我会让人送到许氏。从今往后，我柳如烟绝对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说完，他转过身，单薄的身影踉踉跄跄地走进了漆黑的夜色中。我站在原地，看着他逐渐被黑暗吞噬的背影，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我想冲过去抱住他，想告诉他我没有讨厌他，我爱他，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他。可是我只能死死地站在原地，连1步都不敢迈出。许清，你真他妈是个混蛋！我低声咒骂着自己，眼泪终于毫无预兆地砸了下来。顾城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了我身边，递给我一根烟。哥，你这又是何必呢？他叹了口气，替我点燃了烟。你把所有的雷都扛了下来，自己连命都快搭进去了，却还要被他这么误会，值得吗？我深吸了一口烟，劣质的烟草味呛得我肺管子生疼。只要他能平安活着，我吐出烟圈，声音沙哑的不像话，我下地狱都行。接下来的半个月，我再也没有见过如烟。他说到做到，就像是从我的世界里彻底蒸发了一样。那批化工原料他如约送到了许氏，我让人把钱打到了他的账上，没有打8折，而是按照市场最高价，甚至还以匿名的方式给他的新项目注资了5000万。我只能用这种笨拙的方式在暗中默默地守护着他，而我这边的处境却越来越凶险。境外那个集团发现账本被毁，彻底被激怒了，他们查不到账本的内容到底有没有被备份，只能把所有的怒火都发泄到我身上。半个月内，我遭遇了3次人为的车祸，2次暗杀，最严重的一次，一颗子弹擦着我的肩膀飞过，留下了一道深可见骨的血槽。我把所有的保镖都调到了如烟身边，自己身边只留了顾城一个人。哥，你伤还没好，今天晚上的酒局就别去了吧。顾城一边帮我换药，一边担忧地说道。不行，我套上衬衫，疼得倒吸了一口凉气。今天是荆州商会的年度晚宴，那个境外集团在国内的几个代理人都会去，我必须露面，把他们的视线死死盯在我身上。晚宴设在荆州最豪华的酒店，我端着酒杯
杯，游走在那些虚伪的笑脸之间，一边应酬一边警惕着四周的动静。就在我准备去露台透透气的时候，大厅门口突然传来一阵骚动。我下意识地转过头，只见如烟挽着一个年轻男人的手臂，缓缓走进了宴会厅。他穿了一件黑色的丝绒晚礼服，头发高高盘起，画着精致的妆容，美得让人移不开眼睛。而他身边的那个男人，我认识，荆州新贵沈氏集团的太子爷沈周，也是当年在大学里疯狂追求过他的学长。我的心脏猛地一抽，手里的高脚杯险些被我捏碎。哥，顾城察觉到我的异样，顺着我的视线看过去，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那不是嫂子吗？他怎么跟沈周在一起？我死死盯着他们交握的手臂，极度像毒蛇一样啃噬着我的理智。沈周低头在如烟耳边说了句什么，如烟微微一笑，那笑容明媚而温柔，就像曾经对我那样。他没有看到我，或者说他看到了，却故意视而不见。我深吸了一口气，强压下心头翻滚的醋意和痛楚。这样挺好，沈家在荆州势力庞大，有沈周护着他，那些人就不敢轻易动他。这不就是我想要的结果吗？我端起酒杯，仰头将杯里的红酒一饮而尽，苦涩的液体顺着喉咙一直滑进胃里，冷得我浑身发抖。就在这时，我敏锐地察觉到2楼的缓步台上有一道冰冷的视线正死死地盯着如烟。我猛地抬起头，一个穿着服务生制服的男人正将手缓缓伸进怀里，那个位置是枪，他们的目标不是我，是如烟。如烟，躲开！我目眦欲裂，疯了一样推开人群，朝着他的方向扑了过去。那名伪装成服务生的杀手见我突然发难，原本伸向怀里掏枪的手猛地一顿，他深知拔枪已经来不及，眼神骤然发狠，手腕急速翻转，直接从袖口抽出一把闪着幽蓝寒光的匕首，刀刃上淬了毒。他像一条吐着信子的毒蛇，借着冲力直逼如烟的咽喉。周围的人群爆发出惊恐的尖叫。沈周离如烟最近，但他终究只是个养尊处优的少爷，面对着突如其来的亡命之徒，整个人完全僵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千钧一发之际，我狠狠撞开沈周，巨大的惯性带着我将如烟死死护在怀里。我顺势转身，用自己的后背迎上了那道致命的寒芒，扑哧，利刃刺破西装，狠狠贯穿了我的血肉。没有想象中的剧痛，只有一种令人窒息的冰冷，瞬间顺着脊椎蔓延全身。我闷哼一声，喉咙里猛地涌上一股浓烈的腥甜。许清，如烟被我扑倒在地，她呆呆地看着我，温婉的眼眸里倒映着我苍白如纸的脸，鲜血顺着我的后背喷涌而出，瞬间染红了她那件昂贵的黑丝绒礼服。大片大片的暗红色急速晕染开来，像是一朵朵诡异绽放的曼莎珠华，触目惊心。我彻底脱力，重重地倒在她的肩头，温热的血液浸透了她的肌肤。别怕！我死死咬着舌尖，用尽全身最后一丝力气，挤出这2个沙哑的字：只要你没事就好。砰！不许动！警察！大厅四周突然冲出10几个便衣警察，宛如神兵天将。他们动作凌厉，瞬间将那个企图拔刀再刺的歹徒死死按倒在地。冰冷的手铐咔嚓一声，死死锁住了杀手的手腕。危机解除了，可我的视线却越来越模糊，耳边的尖叫声、警笛声仿佛都被隔绝在另一个世界。毒素开始在血液里疯狂肆虐，剥夺着我的生机。许清，许清，你别吓我！如烟浑身剧烈的发抖，她用那双沾满我鲜血的手拼命捂住我后背的伤口，试图阻止血液的流失。医生，叫救护车啊！求求你们救救他！他的声音凄厉而绝望，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疯狂地砸在我的脸上，滚烫又刺骨。我费力地扯了扯嘴角，想抬手替他擦去眼泪，想继续装出那副冷漠的样子把他推开，可我的手臂却像灌了铅一样，根本抬不起来。一旁的沈周终于回过神来，他脸色煞白，双手颤抖着拨通了120。打完电话，他看着跪在血泊中濒临崩溃的如烟，又看了看进气多出气少的我，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刘总，别哭了，按住他的伤口，保持压迫。沈周蹲下身，声音里带着难以掩饰的震撼与苦涩。如烟拼命点头，双手死死按着我，哭得喘不上气。为什么？你明明那么讨厌我，为什么还要替我挡刀？讨厌你！沈周惨笑一声，直接打断了他的话。我心里猛地一沉，沈周，闭嘴！我想怒吼，想阻止他，可喉咙里只能发出微弱的咯咯声，黑红色的鲜血不断从嘴角溢出。沈周看着我满含警告的眼神，却毫不退让地摇了摇头。许清，你特么自己都快没命了，还想瞒他到什么时候？他转头看向如烟，目光复杂到了极点。刘总，你看清楚，他是在拿命护你。今晚其实我们根本不是什么情侣，我答应做你的男伴，只是为了跟你谈城南的那个项目。如烟猛地僵住，连哭泣都忘了，呆呆地看着沈周。你的眼神一晚上都在他身上。沈周指了指我，声音低沉而笃定，而他一晚上都在死死盯着你。那眼神哪里是看仇人，分明是看自己的命。不是的。如烟疯狂摇头，眼底满是错愕与不可置信。许清是个疯子。沈周深吸一口气，指着被警察押走的歹徒，你以为那个杀手是冲谁来的？是冲你。许清早就知道你有危险，他今天出现在这里根本不是为了什么商会，他就是来给你当肉盾的。沈，闭嘴！我拼尽全力吐出几个破碎的音节，眼前阵阵发黑。不能说，如果他知道了一切，如果他知道我逼他离婚是为了替他挡下所有的暗杀，他这辈子都会活在无尽的痛苦和愧疚里。许清，如烟猛地低头看我，那双漂亮的眼睛里震惊、悔恨、心痛交织在一起，所有的心理防线在这一刻彻底崩塌。你到底瞒了我多少事？那幅画，那批货，还有离婚，你是不是一直都在骗我？他紧紧抱住我，哭得撕心裂肺。你说话啊，许清，我不许你死！你欠我的3年还没还清，你怎么敢死？我看着他崩溃的模样，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捏碎。对不起，如烟，我可能真的要食言了。毒素和失血彻底抽干了我最后一丝力气，我的呼吸越来越微弱，眼皮沉重的再也撑不开。救护车的警笛声终于在酒店外响起，急促的脚步声和担架轮子滚动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伤者失血过多，伴有中毒迹象，快准备除颤！
医护人员冲了过来，将我从如烟的怀里强行拉开。别碰他，你们轻点！如烟疯了一样想扑上来，却被沈周死死拉住。我被抬上担架，视线的最后是如烟沾满鲜血的绝望脸庞。抢救室的红灯刺眼的亮起，沉重的大门轰然关闭，将生与死无情的隔绝开来。意识彻底陷入黑暗的前一秒，我脑海里只剩下一个念头：失血过多又身中剧毒的我，还能挺过今晚吗？我拼死隐藏的那些秘密，还能守得住吗？无尽的黑暗，我仿佛被困在了一片深海里，身体不断下坠，连呼吸都成了奢望，耳边只有规律而冰冷的滴滴声。我感觉不到自己四肢的存在，唯独右手正被一双冰凉的手死死攥着，有温热的液体一滴一滴砸在我的手背上。许清，3天了，你醒醒好不好？是如烟，她的声音沙哑的像吞了砂纸，透着浓浓的疲惫与绝望。3天，我竟然已经昏迷了3天。我想抽回手，想告诉他离我远点，这里危险。可我像是一具被锁死的躯壳，连一根手指都动弹不得，甚至连眼皮都重若千钧。许清，你别吓我了，只要你醒过来，我什么都听你的，我再也不问你为什么。他将脸颊贴在我的掌心，隔着氧气面罩，我听到了他压抑的呜咽。走吧，如烟，趁着那些人还没找来，快走！我在黑暗中疯狂嘶吼，可外界听不到任何声音。砰！重症监护室外的走廊上突然传来一声粗暴的闷响，病房的门被猛地推开。顾城，你干什么？如烟惊呼出声，紧接着我感觉到右手猛地一空，他被人强行拽了出去。我干什么？我特么要打醒你！顾城的声音隔着玻璃传进来，带着压抑到极致的暴怒，像一头被彻底激怒的狮子。你看看你现在的鬼样子，穿着这身沾满他血的破裙子，在这守了3天3夜，你以为他醒了看到你这样会开心吗？你放开我，我要陪着他！如烟拼命挣扎，声音凄厉。赔？你拿什么赔？拿你的命吗？一个厚重的文件袋被顾城狠狠砸在玻璃上，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里面的东西散落一地。柳如烟，你给我睁大眼睛看清楚这些东西，看完你再告诉我，你配不配站在这？我心头大骇。顾城，你疯了！闭嘴！我在黑暗中疯狂挣扎，心电监护仪的频率开始急剧加快。这是什么？如烟的声音发颤。第一份，那幅引路人画框夹层的残骸照片。顾城的声音像刀子一样，毫不留情地捅破了我拼死守住的伪装。你以为他为什么要逼你离婚？你以为他为什么要抢那幅画？那画框里藏着你爸当年被陷害的走私账本。走廊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不可能！如烟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我能想象到他此刻正死死盯着那张照片，脸色煞白。不可能！他不当这个恶人把画抢走烧了，现在躺在里面的就是你。顾城咬牙切齿地低吼：那帮境外毒枭会把你连皮带骨吞了，他连命都不要了，就为了换你一个平安。我听到了纸张被死死攥紧的沙沙声，如烟的呼吸变得急促而破碎。顾城，别说了，求你别说了！我的灵魂在咆哮，心率警报声越来越刺耳。第二份，顾城根本没有停下的意思，他要将所有的真相血淋淋地撕开。看看这份警方备案记录，这半个月他遭遇了3次车祸，2次暗杀，最严重的一次，子弹擦着他的肩膀飞过去，骨头都露出来了。他把你赶走，把所有的保镖都调去保护你，自己身边只留了我一个。他特么是拿自己的血肉之躯再给你当盾牌。别说了，别说了！如烟崩溃地捂住耳朵，声音凄厉。我偏要说。顾城猛地踹了一脚墙壁，最后一份，看看这张银行流水，你以为那个匿名注资你新项目5000万的冤大头是谁？是他！他把那批化工原料按最高价收走，又变着法子给你塞钱，他自己连命都快保不住了，还在替你铺路。5000万，是他！如烟的声音已经带上了绝望的哭腔。为什么？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告诉你，让你陪他一起死吗？顾城双眼通红，指着重症监护室里的我，他知道自己随时会死，所以他宁愿你恨他，宁愿你觉得他是个冷血无情的混蛋，也不想你掉一滴眼泪。砰的一声，膝盖重重砸在瓷砖上的声音，如烟跪下了。许清，他隔着玻璃，双手死死拍打着窗户，哭得撕心裂肺。你这个骗子，你是个大骗子！他的哭声像一把生锈的钝刀，一寸一寸地锯着我的心脏。雨夜逼我签离婚协议，你说你讨厌我，你说你恶心我。他语无伦次的嘶吼，手指在玻璃上抓出刺耳的声响。你明明就是在拿命爱我，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你凭什么？我感觉到他贴在玻璃上，仿佛要将我的灵魂从这具残破的身体里拽出来。柳如烟，你现在知道了。顾城的声音也哽咽了，他为了你把整个世界都推开了。如果你还有点良心，就祈祷他能活过来，否则你欠他的一辈子都还不清。许清，你醒过来，我求求你醒过来！他的哭声穿透了玻璃，穿透了黑暗，狠狠砸在我的灵魂上。我拼尽全力想要睁开眼，我想告诉他，我不怪他，我想替他擦干眼泪。心电监护仪发出刺耳的长鸣，红色的警报灯疯狂闪烁。病人室颤，快准备除颤！医生的脚步声杂乱地冲进病房。许清，不要！如烟的尖叫声被阻挡在门外。充电200焦耳，离床！一股巨大的电流穿透我的胸膛，我的身体不受控制地在病床上弹起。在意识再次被拖入无底深渊的前一秒，我终于冲破了那层黑暗的枷锁，艰难地撑开了一条眼缝。视线模糊中，我看到玻璃窗外那个穿着血衣的女人正绝望地滑落在地，双手死死捂住胸口，仿佛痛到了极致。如烟，别哭，如果重来一次，我还是会推开你。砰！又是一次强烈的电击，我的世界彻底陷入了死寂。漫长的黑暗终于裂开了一道缝隙，浓烈的消毒水味直冲鼻腔。我艰难地撑开眼皮，视线从模糊逐渐对焦，入眼是刺目的冷白炽灯，以及耳边仪器单调的滴滴声。哥，你醒了！顾城猛地从椅子上弹起来，双眼熬得通红，布满血丝的脸上写满狂喜。他手忙脚乱地按下床头的呼叫铃，医生，快来！我哥醒了！我张了张嘴，喉咙干涩得像吞了刀片，发不出一丝声音。我想动一下身体，却惊恐地发现，除了脖子和手臂，胸口以下竟然毫无知觉。一种坠入冰窖的恐惧瞬间攫住了我。我的腿，我死死盯着顾城，拼尽全力挤出嘶哑的气音。顾城的狂喜瞬间僵在脸上，眼眶猛地红了。他别过头，不敢看我的眼睛，声音抖得厉害。哥，医生说那刀伤到了脊神经，加上毒素破坏，你以后可能站不起来了。废人这2个字像一记重锤，狠狠砸在我的天灵盖上。我许清，荆州让人闻风丧胆的疯子，成了一个连站都站不起来的废人。嫂子去给你打热水了，他守了你整整1周，人都快熬没。橙子，我闭上眼，强行压下心头撕裂般的剧痛，冷冷打断他，外面情况怎么样？
么样？那个杀手招了吗？顾城浑身一震，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咬紧牙关，压低声音：那个杀手是个死士，在看守所咬舌自尽了。警方顺藤摸瓜端了他们在国内的几个据点，但是什么？说那个境外势力的头目提前嗅到风声，潜逃了。顾城死攥着拳头，警方怀疑他还在荆州，而且已经彻底疯了，放出话来要拉你和嫂子陪葬。我的心脏猛地一缩，血液仿佛在瞬间逆流。头目还在潜逃，这意味着危险根本没有解除，那条最毒的蛇还潜伏在暗处，随时可能对如烟亮出毒牙，让他滚！我猛地睁开眼，眼底只剩下一片森寒的死寂。哥，你疯了！顾城不可置信地看着我，嫂子什么都知道了，他知道你为了他连命都不要，他现在满心满眼都是你，你这个时候赶他走，我让你把他赶走，立刻，马上！我情绪激动，牵扯到后背的贯穿伤，疼得我眼前阵阵发黑，冷汗瞬间浸透了病号服。就在这时，病房的门被轻轻推开了，许沁伴随着一声轻颤的呢喃，不锈钢水盆哐当一声砸在地上，温热的水花溅了一地。我僵硬地转过头，站在门口的女人穿着一件皱巴巴的白衬衫，原本丰润的脸颊此刻凹陷下去，眼底是浓重的乌青，嘴唇干裂起皮。那个曾经在荆州商界叱咤风云、明艳动人的柳如烟，此刻形容枯槁的像是一个一碰就碎的瓷娃娃。看到我睁开眼的那一瞬间，她的眼泪夺眶而出，像疯了一样扑到我的床边。你醒了，你终于醒了。她颤抖着伸出手，想要触碰我的脸，却又害怕弄疼我，手停在半空中无措的发抖。看着她这副模样，我心疼的快要滴出血来。我多想不顾一切的把她揽进怀里，告诉她我没死，告诉她我有多爱她，可是我不能。那个亡命之徒还在盯着她，我现在的身体状况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拿什么护她周全？我狠狠咬破舌尖，借着疼痛逼迫自己冷静下来。我别开脸，避开她的手，再次戴上那副冷漠的面具。你在这里干什么？我的声音冷硬如铁，没有一丝温度。如烟的手僵在半空，错愕地看着我。许沁，你在说什么？我是如烟啊，我没瞎。我转过头，用一种极其厌恶的眼神上下打量着她，看我没死成，你很失望吗？还是说你是来看我笑话的？你胡说什么？如烟的眼泪流得更凶了。顾城把一切都告诉我了，我知道话里的秘密，我知道你为什么逼我离婚，我知道你替我挡刀。许沁，你别再骗我了，别再推开我了，好不好？她哭得声嘶力竭，双手死死抓着白色的床单。顾城那个废物，嘴上没个把门的。我嗤笑一声，眼神愈发恶毒。我是替你挡了刀，但那又怎样？我许沁做事从来只凭心情，我不喜欢欠别人的。当年你爸帮过我，这一刀就当我还你们柳家的恩情。我不信。如烟拼命摇头，眼底满是倔强。哪有人还恩情是连命都不要的？由不得你不信。我猛地拔高音量，因为用力过猛，喉咙里泛起一阵腥甜。柳如烟，你照照镜子看看你现在的鬼样子，你以为我还会对你有什么兴趣吗？我看着他瞬间惨白的脸，心如刀绞，却只能将最狠毒的话像刀子一样捅向他。医生的话你也听到了，我伤了几神经，以后就是个连吃喝拉撒都要人伺候的废人。你留在这里干什么？当护工吗？我不在乎。如烟猛地扑上来，一把抱住我的手臂。废人又怎样？你站不起来，我推你一辈子。你吃不了饭，我喂你一辈子。可我在乎。我像被踩了尾巴的野兽，发出一声绝望的怒吼。我猛地抽出手臂，用尽全身的力气狠狠推向他的肩膀。滚回你的柳氏去，别留在这里碍眼。推开他的那一瞬间，后背的伤口彻底崩裂，鲜血瞬间染红了纱布。剧烈的疼痛让我眼前一黑，冷汗如瀑布般滚落。我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狼狈到了极点。如烟被我推得踉跄后退，跌坐在冰冷的地板上。他看着我痛苦痉挛的模样，看着我被鲜血染红的病号服，眼泪突然止住了。他没有像过去3年那样被我恶劣的态度逼退，他静静地坐在地上，那双总是温婉如水的眸子里，此刻却燃烧着一种让我心惊肉跳的火焰。许沁，他缓缓站起身，一步一步走到我的床前。你还要演到什么时候？他的声音出奇的平静，却带着一种洞穿一切的力量。我心头一慌，强撑着冷笑，演什么？我让你滚，听不懂人话。一声清脆的撕裂声打断了我的话。如烟一把拉开随身带的包，从里面掏出那份薄薄的文件，那是半个月前在那个暴雨的夜晚，他亲笔签下的离婚协议书。他红着眼眶，当着我的面，双手捏住协议书的边缘，用力一扯，那份承载着我们3年决裂的纸张，在他手里被撕成2半，再撕成4半，最终被撕得粉碎。他扬起手，白色的纸屑如同冬日里的雪花，纷纷扬扬地散落在我的病床上，落在我的脸上，也落在了我们之间那道冰冷的鸿沟里。柳如烟，你疯了！我厉声呵斥，心脏却在狂跳。是我疯了，被你逼疯的。他猛地俯下身，双手一把按住我因为剧痛而微微颤抖的手。他的手不再冰冷，而是带着一种灼人的温度。他将脸颊紧紧贴在我的掌心，滚烫的泪水顺着我的指缝流淌。许沁，你的戏演完了。他抬起头，死死盯着我的眼睛，语气温柔，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玉石俱焚的坚定。你护了我3年，把所有的黑暗和危险都挡在门外，这一次换我来护着你。他俯身，将颤抖的唇印在我的额头上，一字一顿，犹如起誓。就算是废人，就算是死，我也绝不松手，死都不分开。我的防线在这一句死都不分开中轰然坍塌。我看着他明亮而决绝的眼睛，喉结剧烈的滚动，眼眶酸涩的发痛。我再也无法维持那虚假的冷漠，反手死死攥住了他的手指，仿佛抓住了我生命中最后的光。如烟，我哑着嗓子，眼泪终于砸了下来。他破涕为笑，将头深深埋进我的颈窝。可是当我的目光越过他单薄的肩膀，看向病房那扇紧闭的大门时，眼底的温情瞬间被极致的冰冷取代。残党头目还在潜逃，这短暂的温存就像是暴风雨前最后的宁静。暗处那双淬毒的眼睛会眼睁睁看着我们重修旧好吗？我收紧手臂，将如烟死死护在怀里。既然推不开，那这一次就算是拖着这具残躯，我也要拉着那些躲在阴沟里的臭虫一起下地狱。深夜凌晨2点，荆州第一医院的 VIP 病房里，死一般的寂静。窗外暴雨如注，狂风夹杂着雨点狠狠砸在玻璃上，发出令人心悸的闷响。走廊上的白炽灯因为雷暴天气的电压不稳，正发出滋滋的电流声，忽明忽暗。我坐在轮椅上，整个人隐没在门后最深沉的黑暗里，双腿依旧毫无知觉，像2根沉重的废木头。但我此刻的大脑却前所未有的清醒，浑身的肌肉紧绷到了极点。
致。不远处的病床上隆起一个人形的弧度，厚重的白色被子将我盖得严严实实。床头的呼吸机发出规律的运作声，我的右手死死攥着一把警方特制的超高压电击枪，掌心全是冷汗。耳里的微型通讯器传来刑警队长老陈压低的声音：“徐总，鱼咬钩了，目标已进入住院部大楼，伪装成了值班医生，正在朝你所在的楼层移动。各小组注意，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轻举妄动。”收到。我用指腹轻轻敲击了2下麦克风。这是一场豪赌，用我这条残命做诱饵，布下的引蛇出洞之局。那个境外残党头目，代号独狼，是个背负了10几条人命的疯子。他苦心经营的走私网络被我连根拔起，在国内的据点也被警方捣毁。他现在就是一条穷途末路的疯狗，逃离出境前一定会来咬死我这个罪魁祸首。只要他今晚敢踏进这间病房，就插翅难逃。唯一让我揪心的是如烟。2个小时前，我以换药需要无菌环境为由，强行让顾城把他带离了医院。我甚至给顾城下了死命令，就算绑，也要把他绑回半山别墅，锁进安全屋里。只要他安全，我今天就算死在这张轮椅上也值了。哒哒哒，门外传来极其轻微的脚步声，橡胶鞋底摩擦着冰冷的瓷砖，在这死寂的深夜里，像是一把锯子在拉扯着我的神经。脚步声在我的病房门前停下了，门把手被极其缓慢地向下压去，没有发出一丝声响。门开了一道缝，一股浓烈的消毒水味夹杂着常年游走在刀尖上的血腥气，顺着门缝钻了进来。一个穿着白大褂、戴着医用口罩的男人，推着一辆医疗车，悄无声息地溜进了病房，反手轻轻将门锁死。咔嗒，锁舌弹出的声音在黑暗中格外清晰。我的呼吸瞬间放缓，目光如鹰隼般死死盯着他的背影。独狼走到病床前，看着床上那个隆起的人影，眼底闪过一丝残忍的狞笑。许清啊许清，荆州最狂的疯子，最后还不是像条死狗一样躺在这里。他压低声音，语气里透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怨毒。你毁了我半辈子的心血，今天我就送你下去给柳家那个老鬼磕头认错。说着，他从医疗车底层摸出一个没有任何标签的注射器，借着窗外闪电的惨白光芒，我清楚地看到那针管里装着半管幽蓝色的液体，那是能让人在3秒内心脏骤停的剧毒。他猛地掀开被子，举起注射器，毫不犹豫地朝着我的脖颈处狠狠扎了下去。噗嗤，针头刺破的不是血肉，而是劣质的硅胶枕头。独狼浑身一僵，瞳孔骤然收缩。找我吗？我坐在轮椅上，从黑暗中缓缓滑出，声音冷得像淬了冰的刀子。独狼猛地转过身，死死盯着我。当他看清我坐在轮椅上，而病床是空的时候，他瞬间明白了一切。条子的陷阱。他咬牙切齿，眼底爆发出野兽般的凶光。还不算太蠢。我冷笑一声，举起手里的电击枪，瞄准他的胸口，放下武器，双手抱头。这栋楼已经被特警包围了，你逃不掉的。包围？独狼突然桀桀怪笑起来，笑声在空荡的病房里回荡。许清，你以为我混了这么多年是吃素的？1楼的急诊大厅现在正乱成一锅粥，我的人在那里放了2个土制炸弹。你猜外面的条子是先去排爆救平民，还是先来救你这个残废？我的心头猛地一沉。通讯器里老陈的声音急促而焦灼。许清，1楼出现突发状况，有炸弹威胁，我们的人被拖住了，突击组需要3分钟才能从外墙所降到你那里，坚持住，3分钟。在平时只是抽半根烟的时间，但在一个职业杀手面前，足够我死上100次。独狼显然也知道时间紧迫，他一把扯掉脸上的口罩，露出一道从眼角贯穿到下巴的狰狞刀疤。他丢掉注射器，直接从腰间拔出一把装了消音器的黑心手枪，黑洞洞的枪口直指我的眉心。3分钟够我把你打成马蜂窝，再从通风管道撤退了。独狼舔了舔嘴唇，一步步朝我逼近。我死死盯着枪口，大脑飞速运转，双腿废了，我根本没有躲避的空间。电击枪的射程只有5米，而他现在站在6米开外，非常谨慎。开枪啊！我迎着他的枪口，嘴角勾起一抹讥讽的弧度。你这种阴沟里的老鼠，也就只配对着一个残废耀武扬威了。激将法没用。独狼冷笑，手指缓缓扣上扳机，去死吧！就在他即将扣下扳机的千钧一发之际，病房门外的走廊上突然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那是消防玻璃被硬物暴力砸碎的声音。紧接着，刺耳的火警警报声划破了整个医院的夜空，天花板上的消防喷淋头瞬间启动，冰冷的水柱像瀑布一样倾泻而下，瞬间将整个病房浇得湿透。独狼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了一跳，视线被水幕严重干扰，下意识地偏过头看向房门。就在他分神的这半秒钟，哐当！病房那扇厚重的实木门被一股巨大的力量从外面猛地踹开，一个浑身湿透、身形单薄的女人像一头发怒的母豹子一样冲了进来。是柳如烟！我的心脏在这一刻几乎停止了跳动，血液直冲天灵盖。如烟，快跑！他有枪！我声嘶力竭的怒吼，惊恐的连声音都在劈叉。他疯了吗？他为什么没有走？独狼猛地回过头，看到冲进来的柳如烟，眼中闪过一丝狂喜，来得正好，买1送1。他调转枪口就要朝如烟射击，可如烟根本没有给他开枪的机会，他没有躲，没有退，甚至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他手里赫然提着一个10几斤重的干粉灭火器，他毫不犹豫地拔掉保险销，将喷管直接对向独狼的面门，狠狠按下了压把。高压干粉像一条白色的狂龙，瞬间喷涌而出，将独狼整个人完全吞没。独狼的眼睛被干粉瞬间护住，剧烈的刺激让他发出凄厉的惨叫，手里的枪盲目地扣动了扳机。啾！2发装了消音器的子弹擦着如烟的肩膀飞过，打碎了墙上的壁灯。如烟，我目眦欲裂，拼命想要从轮椅上扑过去替他挡枪，可毫无知觉的双腿却让我重重地摔在了满是积水的地板上。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个曾经连矿泉水瓶盖都拧不开的女孩，在漫天飞舞的白色粉末中做出了一个让我灵魂震颤的举动。她扔掉喷空的灭火器，双手死死抱起那个沉重的红色钢瓶，借着助跑的惯性高高举起，对准独狼的膝弯，用尽全身所有的力气狠狠砸了下去。咔嚓一声令人牙酸的骨裂声在病房里炸响。我的腿！独狼爆发出杀猪般的哀嚎，右腿膝盖以一个诡异的角度扭曲着，整个人重重地跪倒在地，手枪脱手而出，滑落到了我的脚边。如烟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胸口剧烈起伏。他没有停下，抄起旁边输液架上的一根不锈钢钢管，对准独狼试图去捡枪的右手，又是狠狠一棍。砰！别碰他！你这个畜生！他双眼猩红，像一个护崽的战神，声音嘶哑而疯狂。你敢动他，我杀！
杀了你！独狼彻底失去了反抗能力，痛苦的在地上翻滚。病房的窗户在同一时间被从外向内暴力踹碎，3名全副武装的特警顺着绳索破窗而入，黑洞洞的微冲瞬间锁定了地上的独狼。警察，不许动！紧接着，老陈带着大批刑警从门外涌入，瞬间将独狼死死按在地上，冰冷的手铐咔嚓一声，彻底终结了这个恶魔的罪恶生涯。带走！老陈一挥手，2名特警将犹如死狗一般的独狼拖了出去。危机彻底解除了，警报声停了，喷淋头也关了，病房里一片狼藉，满地的水渍和白色的干粉混杂在一起，像是一场荒诞的梦境。老陈走到我身边，将我从地上扶回轮椅，拍了拍我的肩膀：“许清，你小子命大，1楼的炸弹是假的，这孙子在跟我们玩心理战。不过你媳妇儿比你还狠。”老陈看了一眼站在不远处的如烟，眼神里满是敬佩，转身带着人退出了病房，将空间留给了我们。门被轻轻关上，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我们2个人。我坐在轮椅上，浑身湿透，狼狈不堪，我的双手还在不受控制的发抖，不是因为刚才的生死一线，而是因为后怕，极致的后怕。如果独狼刚才那一枪打中了他，我连想都不敢想。如烟手里的钢管哐当一声掉在地上，他转过身看向我，他那件白色的衬衫已经被水浇透，紧紧贴在身上，头发凌乱的贴在脸颊上，白皙的脸上沾满了灰尘和干粉。他的肩膀处衣服被子弹擦破了一道口子，渗出丝丝血迹。柳如烟，我死死盯着他，声音沙哑的可怕，胸腔里的怒火和恐惧交织在一起，几乎要将我逼疯。你是不是疯了？我让顾城带你走，你为什么还要回来？你知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他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我。你以为自己是超级英雄吗？你拿个破灭火器就敢冲进来跟一个职业杀手拼命？我双手死死抓着轮椅的扶手，眼眶通红，冲着他疯狂地咆哮：你要是死了，我这3年做的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你告诉我有什么意义？我的吼声在病房里回荡。如烟眼眶红了，他没有反驳，只是一步一步地朝我走过来，水渍在他的脚下发出轻微的吧嗒声。他走到我的轮椅前，缓缓蹲下身，那双曾经满是哀怨和绝望的眼睛里，此刻只有无尽的心疼和坚定。他伸出那双因为用力过度而微微颤抖的手，轻轻抚上我的脸颊。许清，他的声音很轻，却带着安抚人心的力量。我早就察觉到不对劲了，你那么在乎我，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强行赶我走？顾城那个笨蛋连撒谎都不会，我趁他不注意把他锁在了车里，自己溜上来的。我气得浑身发抖，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你骂吧。他微微仰起头，眼泪顺着眼角滑落，冲刷出一道清晰的泪痕。只要你还活着，你骂我一辈子我都听着。他将头轻轻靠在我的膝盖上，双手环住我的腰。许清，我没有疯，我只是不能再让你一个人面对黑暗了。他的声音哽咽了。这3年，你为了保护我，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冷血的疯子，把所有的危险都挡在门外。你替我挡刀，替我承受所有的暗杀，甚至为了我，连腿都废了。我柳如烟不是温室里的花朵，我是你的妻子，你凭什么觉得我只能躲在你的羽翼下苟且偷生？他抬起头，那双清澈的眸子里燃烧着让我无法直视的烈焰。刚才那一刻，我没想过自己会不会死，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谁敢动你，我就要他的命。我的心脏猛地一震，所有的怒火，所有的恐惧，在他这句掷地有声的告白中瞬间土崩瓦解。我看着他红肿的手掌，看着他肩膀上的血迹，喉结剧烈的滚动，眼泪再也控制不住的砸了下来。我抬起颤抖的手，穿过他湿漉漉的头发，一把将他狠狠按进怀里。傻瓜，你这个彻头彻尾的傻瓜！我紧紧地抱着他，仿佛要将他揉进我的骨血里。我贪婪地嗅着他身上的气息，感受着他鲜活的心跳。如烟反手抱住我，在我的怀里放声大哭。这哭声里有劫后余生的庆幸，有压抑了3年的委屈，也有彻底释放的释然。窗外暴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停了，厚重的云层被撕裂，一缕晨光透过破碎的窗棂，洒进了这间一片狼藉的病房，刚好落在我们相拥的身上。所有的危险，所有的阴霾，所有横亘在我们之间的谎言和误会，都在这一刻随着独狼的落网而彻底烟消云散。正义的制裁已经降临，柳家当年的悬案终于了结。我松开他，伸手轻轻擦去他脸上的泪水和污渍。他看着我，嘴角勾起一抹温柔的笑意。我们也相视一笑，历经生死的默契在空气中静静的流淌。可是当我低头看向自己依旧毫无知觉的双腿时，眼底的暗淡依然无法掩饰。危险是解除了，可是所有的危险与阴霾都已散去。这对伤痕累累的爱人该如何修补那段错过的3年时光？出院那天，荆州罕见的放了晴。我坐在轮椅上，看着医院大门外车水马龙。顾城把车停在台阶下，正准备过来推我。橙子，你回去吧。我按住轮椅的轮圈，声音很淡。顾城愣住了，瞪大眼睛看着我。哥，你疯了？嫂子还在半山别墅等着给你接风呢。你这腿……我说回去。我抬起眼皮，冷冷地扫了他一眼。顾城咬了咬牙，最终还是没敢违抗我的命令。他叹了口气，一步3回头地把车开走了。我独自叫了一辆无障碍专车，司机问我去哪，我看着窗外的阳光，沉默了很久。去东郊海滩，那是3年前我和柳如烟大学初识的地方。海风带着危险的湿气扑面而来，专车司机帮我把轮椅推上了海滨栈道，便驱车离开了。我独自一人沿着栈道缓慢地向前滑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夕阳正一点点沉下去，把整个海面染成了刺眼的橘红色。我停在栈道尽头，低头看着自己那双盖着薄毯、毫无知觉的双腿。独狼的案子结了，柳家的冤屈洗清了，那些躲在暗处的毒蛇也都被连根拔起。我用3年时间，甚至搭上这双腿，终于换来了他一世的安稳。可是然后呢？我苦笑一声，手指死死抠住轮椅的扶手，指关节泛白，然后我就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废人。这半个月在医院，柳如烟寸步不离地守着我，她替我擦身，替我翻身，甚至连大小便都要她亲手伺候。每一次看到她红着眼眶端着水盆进出的样子，我的心就像被放在绞肉机里狠狠碾碎。她值得更好的生活，而不是把大好年华耗在一个连站起来拥抱她都做不到的残废身上。如烟，对不起。我看着翻滚的海浪，眼眶发酸，低声呢喃：我今天不辞而别，就是为了斩断这最后的牵绊。我已经联系好了国外的康复中心，明天的机票。只要我彻底消失，时间总会抚平他心里的执念。我深吸了一口气，准备转动轮椅离开。就在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一阵轻微的沙沙声，那是赤脚踩在柔软沙滩上的声音。我的身体猛地一僵，一种难以言喻的预感瞬间攥紧了心。
心脏。许清，你打算逃到什么时候？清冷、熟悉却带着一丝微颤的女声顺着海风砸进我的耳朵。我猛地转过轮椅，只一眼，我的眼眶瞬间红透。夕阳下，柳如烟没有穿那些干练的职业套装，而是换上了一条纯白色的棉质长裙。那是我们大学初见时她穿的那条裙子。她赤着脚，手里提着高跟鞋，迎着海风，一步一步朝我走来。海风吹起她的裙摆和长发，美得像是一场易碎的梦。你怎么会在这里？我死死咬着牙，拼命压抑着喉咙里的哽咽，换上一副冷漠的面孔。顾城出卖我，你以为你支开顾城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飞去国外？柳如烟走到我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我，眼底闪烁着细碎的光芒。许清，你是不是忘了，柳氏集团现在也是荆州数一数二的企业，你订机票的那家航空公司柳氏有股份。我呼吸一滞，死死盯着她，她变了，不再是那个被我逼得在暴雨中哭泣的柔弱女孩，现在的她眼神里透着一种让人无法直视的压迫感。查我的行程，柳如烟，你越界了。我别过头，不敢看她的眼睛，冷声驱赶回去。我不想看到你，不想看到我，所以跑到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海滩来缅怀。她不仅没走，反而上前一步，双手直接按在了我轮椅的扶手上，将我整个人圈在她的阴影里。你放开！我像被踩了尾巴一样，猛地去推她的手，可她反手死死攥住了我的手腕，力气大得惊人。许清，你还要自卑到什么时候？她盯着我的眼睛，声音里带着隐忍的怒火和极致的心疼。你觉得你腿废了，配不上我了，所以你要像个懦夫一样逃跑，对吗？我不是懦夫，我像被戳中痛处，眼角充血，冲着他低吼，我特么是个废人。柳如烟，你清醒一点，你现在是身价过亿的刘总，而我连自己上厕所都成问题，你跟着我只会成为整个荆州的笑话。笑话！柳如烟突然笑了，她松开我的手腕，站直身体，海风卷起她的长发，她从随身的包里掏出了一份崭新的文件，啪的一声，她将文件直接拍在我的腿上。我下意识地低头看去，那是一份盖着刺眼红章的结婚协议。我的心脏猛地一抽，半个月前我逼她签下离婚协议，让她净身出户，现在她拿出一份结婚协议，是想羞辱我，还是想可怜我？看看，她语气不容置疑。我颤抖着手翻开那份协议，我以为会看到密密麻麻的财产公证，看到各种婚前条款，可是整整3页纸全都是空白的，只有在最后一页的签名处上方有一行清秀的手写字迹，那字迹力透纸背，干干净净。许清余生皆归柳如烟所有，永不作废。我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浑身的血液仿佛在这一刻彻底沸腾，直冲眼眶。这是什么意思？我拿着协议的手剧烈的发抖，声音沙哑的不成样子。柳如烟缓缓蹲下身，双手捧起我的脸，她的眼底闪烁着比身后这片星海还要璀璨的光芒，嘴角勾起一抹霸气又温柔的笑意，意思就是你当年逼我净身出户，现在轮到我来算总账了。她凑近我，温热的呼吸打在我的鼻尖上。许先生，刘总现在身价过亿，想包养你一辈子，签吗？包养一辈子，这2个词像2颗重磅炸弹，彻底炸毁了我心里那座自卑的堡垒。我看着面前这个明艳动人、毫无保留的向我奔赴的女孩，隐忍了整整3年的眼泪，终于在这一刻彻底决堤。你是不是傻？我一边流泪一边咬牙切齿地骂她。我站不起来了，我可能一辈子都只能坐在这个破轮椅上，那我就推你一辈子。她打断我，语气斩钉截铁。如果我有脾气，那我就受着。她再次打断我，眼泪也跟着砸了下来，却笑得无比灿烂。许清，你欠我3年，你要用这一辈子来还，你逃不掉的。海风缱绻，海浪拍打着礁石，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我看着他递过来的签字笔，再也无法说出半个拒绝的字。我一把扔掉那支笔，张开双臂，将面前的女孩狠狠揉进怀里。我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紧紧地勒着她的腰，仿佛要将她彻底嵌入我的骨血里，再也不分离。好，我在她耳边泣不成声，声音颤抖却无比坚定。我签，我把自己赔给你。柳如烟反手死死抱住我的脖子，在我的肩头放声大哭。夕阳终于完全沉入海平线，漫天的繁星亮起，两人的身影在轮椅旁拉得老长。错过的时光终究迎来了最温柔的圆满，属于我们的余生才刚刚开始。